好，各位好，我们来解今年立刻的问题啊。今天的问题是第2200题，所谓的 Find all k-distant indices in an array 这个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哈。它的题目是大概是这样的，就是说你给定一个零 indexes 的整数的一个阵列啊，比方说叫 numbers。然后它有两个整数，一个是叫做 key， 另外一个叫做 k。那所谓的 k distant index 是一个 index i， 当然是 index i 当然是在 numbers 当中的其中呢，它至少会存在一个 index j， 使得它的差的绝对值呢是小于等于 k， 那当中的 j 呢，就是 numbers 在 j 的值呢，它会等于 key。那有点绕口哈，等一下我们看看例子就知道了。那请你返回所有的 k distant indices那请你排序排序好是increasing order 所以这个是它的一个问题。好，那我们直接看它的一个例题。例题的部分我们先看第一个例题。numbers 它给定的是3、4、9、1、3、9、5。那 key 呢，它是给9。所以我们在右边这边的话，我们这上面当然就是它的 index 从0到6嘛。那 key 是9，所以我们把9把它这两个 index 呢，先把它选定k 是等于1，所以这个答案非常简单那原则上就是在这个范围，在这个范围，所以呢，答案就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好，这如果我们把它画出来的话，其实一下就知道了。好，另外一个第二个例题的话，那 numbers 全部值都是2嘛，全部都相同的值那当然你不管是key 当然是2k 也是2，那所以原则上所有的 index 都是所谓的有效的所以答案当然就是所有的 index 的值。好，这是第二个例题。好，那我们看我们大概是怎么解这样的一个问题的。那我们解法当然就是我们先设 n 呢是为 numbers 的长度，那我们要返回答案是 ans 如果是用 C++ 的话，我们这里就直接用 vector 那原则上我们只要去进行下面这样一个步骤。所以这里的 i 跟 j 是它的所谓的 two pointer 那我们这边移动的话是先 y 乘是移动 i。好，那我们看 numbers 在 i 的值如果等于 key， 所以我们就要取它的所谓的上下界。上界的话当然是 i 加 k， 然后跟 n 减1去取 minimum 这样你不能超过这个值。那另外再取下界，下界的话就是 j j 的话基本上我们就看上外层回圈它的 j 到哪里。当然不能小于上一次的 j， 然后再跟这一次的 i 减 k 呢取 maxima， 然后再整个一直跑到 up， 我们把这些的 j 通通加到我们的答案里面原则上这样就可以解答了。好，那我们很快的看我们怎么解答的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先看它的 constraints。那 constraints 呢，它的numbers 的长度呢是最多只有到1000其实很小。那 numbers 在 i 的值也最大也是只有1000。
所以原则上你其实可以用所谓的暴力解啊，暴力解当然所谓在平方时间应该就完成了，但是我们不这样做。好，那 key 呢，它是在 array 当中的值啊，不会说你 key 找不到的哈。那 k 呢是当然它最大的长度是不会超过 numbers 的长度。好，那我们这里我们就用 Python 来试做一下。第一个，我们先设变数 n 为numbers 的长度。好，这应该让后面比较方便去使用。那我们要传回去的是一个所谓的 list， 所以假设是 ANS 一开始当我们设为是空的清单。那基本上呢，我们应该是采用所谓的 two-point method， 所以我们原则上会有 I 跟 J。那这边我们先在回圈外面先设 J 为0啊。好，然后我们在这里基本上我们会采用一次走访的方式。那它的原则上它是一个nested loop。好，我们的 outer loop 的部分呢，我们采用 enumerate for loop 啊，这个比 range for loop 要来的有效率一点。好。那所以当中，如果 x 如果是等于所谓的 key，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处理下面的事项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基本上 I 加 k 是它在这一次所找到的上界，那 I 减 k 是在这一次的下界。当然，我们可能要做一些调整，所以我们设所谓的 up， 它最大的值当然不会超过 n 减1嘛，好，所以如果超过，我们最多也只能取 n 减1，当然 I 加 k 这边必须要做一个所谓的一个调整。那它的下界我们直接就用 J 啊，用 J 的话，它当然不可以是比目前所找到的 J 还来的小，所以是 J 跟 I 减 K 啊，我们取比较大的那个值。那所以内层回圈我们就采用 while loop， 所以只要是 J 是小于等于 up， 从下界到上界所有的通通把它加到我们的 ANS 里面，而且当中采用这样的方式，它不会不会有所谓的 intersection 的问题啊。那个这个是可以放心的。好，我们将 J 将它加到 ANS 里面，当然我们的 J 当然要加1。好，最后呢，当然就是我们要 return 我们的答案 ANS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让它执行一遍。好，这两个 case 都是正确的。那我们 submit 看看。好，它接受87个 test cases 都通过了。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成效啊，3毫秒，快的话可以到0毫秒。好，那我们再看其他程式语言的实作部分，像是我们刚刚所讲的 C++ 的部分啊，那逻辑跟 Python 是类似，我们也是让它执行。然后两个 case 都 OK， 然后再 submit，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记录啊，这个 C++ 的部分确实就0毫秒。好，那我们就先谈到这里。